美专家给台湾地区出主意，可以从乌克兰空难中吸取3个教训。然而，这个主意管用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过程中，解放军的远程精确火力打击有能力让台军的战斗机失去作用，而解放军空军也将在接下来的武统进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由于俄罗斯空天军在俄乌冲突过程中表现得比较差，乌克兰防空力量遏制了俄军的制空权，这也让美国军事专家看到了一丝希望。据美国突破性防守网站报道，史丁森中心的凯利·格里科和大西洋理事会的茱莉亚·西格尔联合发表文章称，乌克兰军队在夺取制空权时对俄军取得的成功，在台北也可以复制，但是战术会有一些变化。台军必须考虑其缺少战略纵深，因为其面积只有乌克兰的1/17，而且在战时，他们无法获得外部武器的援助。此外，还要考虑中国大陆拥有远比俄军更强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和更庞大的精确远程打击武器库。美国专家认为，台军也不是没有可以采取的有效措施，他们认为包括以下这几个方面：第一，利用商业卫星和太空领域来获得战场优势，也就是说，台军可能会获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商业卫星的情报支持，还能保持部队之间的加密通讯，这一点值得我们警惕。特别是现在的商业卫星已经具有军事功能，这也意味着解放军需要克服如何干扰外国卫星的难题，干扰过顶台海的近地轨道光学侦察卫星、星链卫星和雷达卫星等等。美军干涉台海事务，其成本最低的方式就是提供情报，而对这些卫星进行干扰并不那么容易，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第二，美国专家认为可以利用察打一体无人机和商用无人机来投掷弹药，通过混合使用商业和两用技术以及更先进的军事系统，就能够缩小与解放军的能力差距。台军可以寻求建立一支具有精确打击能力的无人化的空军，以获得不对称优势。美国专家的这一观点非常理想化，他们忘了现在全球最大的商用和军用无人机生产大国是中国大陆，而不是台湾地区。另外，军民两用的无人机就算再好用，也比不过真正的军用无人机，而解放军更可能会利用无人机的优势对台军实施碾压性的打击。第三，美国专家认为采用分布式防御，用足够多的小型便宜的防空系统，可能就会在最初的冲击中幸存下来。这种作战体系更适合打消耗战，也就是建立以机动系统为基础的防空部队，而不必大量列装爱国者这样的大型防空武器系统。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台军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野战防空系统，仅有复仇者防空导弹和毒刺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从俄乌战场情况看，野战防空系统的生存能力很强，这是基于双方都缺乏精确攻击移动目标的武器系统，而解放军拥有红外、毫米波雷达和电视制导的导弹，而巡飞弹的种类呢也非常多。所以，就算台军以后有了野战防空系统，也将面临着反辐射导弹和巡飞弹以及无人机的猎杀。总体来看，美国专家给台军的防空作战建议，都是按照俄乌战场的所谓经验教训得到的。这对于运营在全球超过1半的光学侦察卫星、空对地打击武器已经全面制导化、无人机产业全球最发达的中国大陆来说，这些都不是大问题。中国必然会统一，就是基于解放军强大的实力，恐怕不是几个美国专家开个脑洞就能破解的。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